陈香香微笑着走过来打招呼：“哥，于怀哥，于怀哥，你是来接妍姐去上学的吧？她去换衣服了，等会儿就会下来。”他笑盈盈的打招呼，眼神里满是赞赏：“你今天很漂亮，娴静时如浇花照水，行动处似若柳扶风。”谢谢。席妍都一副吃惊不已的表情：“你不会是故意模仿妍妍的吧？这样真的好像啊。”于怀说着胡说八道。香香本来长得就像妍妍，于怀哥，我这样穿是不是不好？挺合适的，这衣服很衬你。此时楼梯间有一位红衣灼灼、风华绝代、浓稠艳丽的眉眼，比春日骄阳还要浓烈3分。那是18岁妍希即将完全盛开的风华，拙劣的让人无法忽视。妍希似乎对自己的这份美貌毫无察觉，心不在焉的嗯了一声。傅雨怀看着面前的妍希，狐狸眼里有暗芒闪过，嘴上却笑嘻嘻的：“妍妍，第一次看你穿成这样，太让人惊艳了。”妍希说着：“吃早餐吧，在晚上课要迟到了。”席妍笑着说：“对，没想到咱们还能一起去学校，真是太好了。”背后的女佣嘀咕着：“这么一对比，还是咱们大小姐漂亮又有气质。”东施效颦，正主是冒牌货，永远无法与之媲美的。接着他们4个一起吃早餐。陈香香笑了笑说：“妍妍姐，你放心好了，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关照你，帮你适应学校节奏。”傅雨怀忽然开口：“妍妍，香香是学生会的，也是新晋校花，在学校有很高的威望，而且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10，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，其实香香都能帮到你很多的。”妍希点了点头：“你们说了那么多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香香现在读高几？没猜错的话，她应该读高2吧？”“抱歉，我是来读高3的。”妍希笑看了回去。陈香香的瞳孔微微收紧了一下，搭在膝盖上的双手猛地攥紧。妍希怎么会去读高3？她难道想直接高3，4个月后参加高考？席妍傻乎乎的高兴：“妍妍这是打算跟我一个班吗？”妍希看了傻乎乎的席妍一眼，点头：“嗯。”陈香香眼底飞快的闪过一抹讽刺，席妍读的可是国际班，都是尖子生，怎么可能收她一个休学3年的人？盛阳高中办公室，妍希同学，这位是你的班主任刘玉生老师。德育主任带着妍希进门，笑容热情周到。“那刘老师，我就把妍希同学交给您了，你可要把人好好带好了呀。”妍希客气的跟老师问好：“刘老师你好。”刘玉生抬头打量着面前的学生，果然不愧是大小姐作风，上个学都穿的像是要去 T 台走秀，张扬又肆意，一看就知道心思不在学习上。刘玉生的目光落在妍希的脸上，不满的皱眉：“你怎么还戴着口罩？快摘下来吧。”妍希温声拒绝：“抱歉，我吃药过敏了，口罩不能摘。”刘玉生转头就冲还没走的德育主任道：“这个学生的入学考成绩单呢？”德育主任愣了愣，有些懵，他下意识的解释：“妍希同学是被学校破格录取的，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，完全不需要入学测试。”“那抱歉，没有入学考试成绩单，我不能接受这个学生。”刘玉生的表情微冷，这不符合学校的规定。德育主任有些尴尬，刘玉生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他较真也不能说不对，可妍希真的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，他想解释：“那个刘老师，你看完了妍希同学的资料了吗？他规定就是规定，如果规则随便都可以打破，那对在校的数千学生公平何在？”刘玉生寸步不让。妍希忽然开口：“那现在能补考吗？我可以参加补考的。”刘玉生审视的目光扫了妍希几眼，老实说，你倒是胆子还挺大的，你要是以为这样说我就计较了，那你恐怕打错算盘了。那你就在这个办公室里补考吧。刘玉生拨了通电话，很快就有助教抱着一叠试卷过来。刘玉生示意：“你把这些试卷都做完，到时候我们再根据成绩评估你是否能进来国际班吧。”刘玉生却看了看时间，忽然拿起资料起身：“快上课了，我得去班上了，这里就交给主任，您帮忙监考吧。”片刻过后，主任说着：“老刘你快看，妍希同学简直就是天才啊，45分钟做了4张试卷，还全是满分。我绝对不会准许你进国际班。”“刘老师，你别激动，妍希同学确实没有作弊。”妍希冷静沉稳的声音传来：“刘老师，我想请问你，凭什么认定我在作弊？不看监控，也不听德育老师解释，就妄下定论？敢问老师，这就是您为人师表的德行吗？”“很好。”刘玉生几乎咬牙切齿了，他教学这么多年，还从没见过这么顽劣不堪的学生，死不认错，还顶撞老师。席家和严家就是这么教你的？你这样的学生，我们国际班可要不起。”“对，你们确实要不起，所以我不去国际班了，我去别的班。”妍希说完，刘老师嘲讽说着：“就你这副德行，凭什么觉得别的班会要你？”妍希得意的说着：“就凭我手上这几张满分试卷。”一班班主任王保国惊讶说着：“妍希全科满分，刘玉生居然不要？哎呦，其他班的班主任为了抢人都要打起来了，也不知道这么好的苗子最后会便宜谁。”谢长泽率先迈步走了过来：“王老师，我们要去抢一抢吗？”“说实话，我确实挺想要这个学生的，但是那就这么决定了，我先去帮老师，你把人截下来。”“你是妍希？”不等妍希去找，火箭班班主任叶庆风风火火的找了过来：“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火箭班？”一张口就是这么一句。妍希说着：“我放心不下我哥哥，如果叶老师同意他一起的话，其实席妍同学要进火箭班的话也不是不可以。”叶庆思索住，声音放得越发的温柔：“我会想办法帮助他提升成绩的。”“谢谢叶老师，那我就去火箭班了。”妍希微笑着说。慢了一步，妍希被叶老师抢走了。“走吧，
老师带你去教室，你哥哥的事我一会跟留。老师说，妍希看到似曾相似的人，是邻居。此刻国际班内，夕颜，你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去吧。刘玉生走上讲台，迎着学生们诧异的目光，淡淡道，以后你就不用来国际班了。叶庆居然上赶着要走这2个草包，跪舔资本的姿态简直丑陋，怎么回事？不仅同学们懵，夕颜本人也懵。夕颜坐在椅子上，此时有人走过来，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陈香香走过去，直接在夕颜旁边的位置上坐下。香香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很迷茫，为什么我妈妈偏偏生的是我这个儿子？夕颜抬头开着满树的梅花，苦笑，我从小就不聪明，长相也好像很平庸，没有继承到我妈妈聪明的头脑和优越的长相。夕颜的倾诉没有条理乱七八糟，陈香香听得很认真，正因为认真，在发现抓不住重点之后，她就有些烦躁。果然是个废物草包，七零八落的讲了半天，全部都是废话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闪光点啊，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比呢？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啊！陈香香微笑的注视着夕颜，目光真诚。我觉得你很好啊，你心地善良，为人大方，不拘小节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夕颜感觉被夸得晕乎乎的，挠了挠头，是吗？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陈香香心里想着，真是一个蠢货，几句好听的话就让你找不着北了。哥，你真的很好，很优秀，你要有自信。夕颜敢一问，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陈香香的语气很认真，很坚定。其实学习成绩又代表不了一切，我相信你就算不读书也可以获得成功，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在乎学习成绩。抱歉，他必须在乎。妍希的声音猛地响起，近在耳边，吓了陈香香一跳。妍妍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陈香香神色自然的站起身，你是来找夕颜哥的吗？系统，你怎么不提醒我妍希过来了？陈香香在脑海里谴责着系统，然而系统仿佛死机了一般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学习成绩既然代表不了什么，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学习呢？妍希也没料到，他找过来的时候正好碰到陈香香对夕颜进行开解，可开解的内容却让他有些意外。按照小说里的描述，陈香香本人对学习成绩很重视，哪怕后来进了娱乐圈，她也坚持学习，还考上了帝都大学。后来更是靠着学霸的人设打了一波脸，收获了无数的粉丝。这样的人居然会劝别人不要在乎学习成绩，陈香香脸上现出几分尴尬。妍妍姐，这件事不能一概而论。我，妍希说着，你想我哥放弃学业，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，好方便掌控他？他怎么会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？妍希根本没打算听他解释，侧头看着夕颜，笑了笑，哥，走吧，我们去火箭班。夕颜愣了一下，去火箭班？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火箭班的叶庆老师已经同意接收你了。难道你舍得放弃这次机会吗？妍希微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容温暖干净，坚定从容，又隐隐带着鼓励。夕颜甩了甩脑袋，就仿佛拨云见日，刚刚压在心头的阴霾瞬间被照得无影无踪。不，我不会放弃这次机会，那可是火箭班，整个圣阳高中最顶尖的班级，傻子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。火箭班是圣阳高中最顶尖的班，他俩一定是动用了严家的关系才进去的。为了攻略夕颜，我花了1000积分兑换道具，你怎么不帮我盯着？还有，这个道具为什么不管用？陈香香问着系统。系统机械音冷冰冰的，解语花的效果已经发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如果被试用对象心性坚定，则效果会大打折扣。陈香香很快冷静了下来，这种迷惑人心的东西，说白了，效果也就那样。如果不是妍希赶过来，他差点就成功了。火箭班学习氛围一向都紧张而严肃。同学们，这2位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。妍希微笑着开口，我叫妍希，希望接下来的时间里能跟大家好好相处，一起向着高考冲刺。夕颜也紧跟着开口，我叫夕颜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叶庆的目光逡巡了一番，夕颜，你就跟班长陆阳坐吧。妍希你就坐。老师，让妍希跟我同桌吧。傅雨怀忽然举手站了起来，他狐狸眼含着笑，我跟他认识，正好也可以带他熟悉一下火箭班的环境和教学进度。不用了。妍希清浅却坚定的声音响起，他的目光扫了一下教室后面几排，拿着书包走了过去。我就坐在这里好了，可以吗？一直低头认真刷题的女生吓了一大跳，抬头看着妍希，露出了脸上硕大的紫红色胎记。她看着妍希那双漂亮的眼睛，神情有些拘谨慌乱，小声说了一句可以，就低下头去。妍希把东西放好，直接坐了下来。傅雨怀非常无语，叶青青咳了一声，好了，那开始上课。钟声响起，好，下课吧。夕颜跟我去趟办公室。夕颜回过神，好的老师。午餐时间，陈香香来到火箭班，妍妍姐，学校外面有家私房菜特别好吃，我们一起去吃吧。香香来了呀，香香今天好漂亮，像个小仙女一样。屁咧，香香天天都漂亮好吗？我是说香香今天格外的漂亮，格外的仙气。周围人也纷纷朝陈香香笑着打招呼，态度亲昵，显然很熟认。忽然有人发现了什么，卧槽，我怎么觉得转学生眼睛有点像香香啊？这话一出，现场安静了片刻。是真的好像啊，不仅仅眼睛，额头眉毛都好像。如意瑶认真看了看，笑着说，妍希，要不你把口罩摘了，让大家看看你跟香香长得像不像？对啊对啊，就给大家看一眼吧。几个人起哄。陈香香故意说着，妍妍姐的脸都烂了，大家不要这样，她会伤心的，拜托了。
周围有人说我看他脸是给他面子，别蹬鼻子上脸，就凭你想我摘口罩？滚！你怎么还骂人？你有家教吗？叶老师刚才说了，妍希生病吃药过敏，不要拿这件事开玩笑。我跟他说话，你个丑八怪少多管闲事。陈香香上前哎呀，大家都是同学，别吵了。妍妍姐会生气的。妍希不消说着我可没说要跟你一起去吃饭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要不是看你长得像香香，你当我们会多看你一眼？傲什么呢？谁知道你是不是长得跟傅梦佳一样丑？傅雨怀起身，抬起大长腿，狠狠地踹在了卢逸瑶的肚子上。傅少喜欢的人不是陈香香。傅雨怀妍妍，你听我。傅梦佳，我们走吧。妍希还是第一次在学校食堂里吃饭，感觉非常新奇。妍希也有些意外会碰到谢长泽，笑了一下，好巧。谢长泽点了点头，漆黑的眸扫过他的口罩，忽然开口，我这里有抗过敏的中药丸，效果很好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妍希这才想起他今天早上好像还戴着口罩说过敏了，这会儿看过去皮肤光滑白皙，如霜如玉，一点瑕疵都没有。好啊，谢谢。莫名的他不想拒绝对方的好意。等谢长泽离开了，傅梦佳忍不住开口，你怎么会认识谢长泽？怎么也轮不到去当慈善生吧？还有，他既然受了严家的恩惠，怎么还对陈香香那么好？化学随堂小册的试卷批改完了，班长和课代表在吗？来发下试卷。这次傅雨怀和傅梦佳都是100分，发挥很稳定，继续保持啊。叶老师，妍希考了多少分啊？旁边同学也很好奇问。是啊，叶老师，我也好奇新同学考了多少分。你好几年没有上学了，肯定考个位数，老师说出来就等着丢脸吧。妍希考了满分，最终靳老师还是给了个答案。卢逸瑶脸上的表情僵住了，她不敢置信的看着靳老师。行了行了，都放学了，赶紧回去吧，没事多向妍希同学学习。卢逸瑶说着，哎呀，我可算知道你为什么要跟傅梦佳做同桌了，你不就是知道今天有随堂小册想抄傅梦佳的试卷吗？虚荣心真够强的呀。妍希她没有。妍希说着心脏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这次我不跟你们计较，下次再敢说这种没有证据的指控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妍妍，她就是嘴贱。你，傅雨怀，你可要担心一下自己啊，跟他走这么近，会被戾气传染的。妍希直接走了。陈香香躲着偷听，傅雨怀心里果然还是很在意妍希。系统，傅雨怀现在的好感值是多少？目标人物好感值下降至 60%， 请宿主再接再厉，努力刷取目标好感值。竟然掉了 10%。傅雨怀勾着书包，神情懒散。香香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，陈香香脸上却不动声色，笑着指了指手中的资料。我们音乐社那边让我新谱的曲子，我刚改了一小节，得回去再合一下。余怀，你要过去听听吗？新谱的曲子？傅雨怀勾唇笑了，那我自然是要去听听的。那我们走吧。学校门口，距离妍希和席妍坐上车已经过去10几分钟了。席妍看了眼手机，挠了挠头，香香好像在忙，没接电话。妍希开口，回家吧。司机张安却动都没有动一下。香香小姐还没走呢，这不大好吧？有什么不大好？我有让哥哥通知他6点半准时走人的。妍希看了眼时间，现在都已经6点50了，我已经多等了他20分钟，有什么不好？